上来了啊，不容易，太难了，漫长的期待。对。吃完之后，真的感觉自己就成了大家闺秀了。应该很难有人不喜欢，我觉得。对。又酸又冲，对你来说是个挑战是吧？Hello， 大家好，远方美食家枫叶少年游中国。我们今天继续请到我们的好朋友，来自加拿大的子豪。我们一起在北京逛吃哈。今天我们在这个开场的地方啊，是故宫的东华门。东华门啊，这个门啊，是当年永乐大帝迁都北京的时候建的紫禁城的第一座城门。烤鸭呢，其实就是永乐大帝带进北京的，有可能啊，当年的烤鸭就是从这栋门出来的。子豪，我们今天吃的这家店呢叫四季民福。这家店呢，它在北京啊非常出名的是它的景观，因为它的好的桌子啊，可以看到刚才的故宫的角楼，还有东华门。据说6点钟就有人来排队了。6点，对，吃早餐。对。所以如果想站到好位置的话，那就一定得早来。好，我们进去看看。走。这个烤炉其实它是挂炉，最早其实烤鸭呢是焖炉烤鸭，后来发展成就是焖炉和挂炉都有。这有什么区别呢？这个区别就是你看现在挂炉你是可以看到明火的，焖炉呢它是用火把这个炉子烧热，它就把火熄灭了，用这个炉子的余温把这个鸭子烤熟。一个是关门烤，一个是开门烤，你可以这么理解。焖炉呢通常用的是熟秸秆，挂炉呢一般是用果木。在加拿大那边，他们炒牛排也会用果木。也会用果木。对，异曲同工。那好，我们就进来了。怎么样？这景色可以吧？很震撼，很震撼。我也是觉得啊，挺震撼的。最好的观景位。对。它这儿呢有纸质菜单，上面也有配图，也有英文的翻译，所以对于海外的朋友来说呢是没什么障碍的啊。包括也可以扫码点餐，也可以请服务员帮我们点。到烤鸭店里啊，我觉得这几个菜应该是可以算是必点菜了。芥末鸭掌、火燎鸭心就要用明火去燎，就真的是这个在家里有时候还不太好做。那我们等着它上菜吧。我们这芥末鸭掌就来了啊！上菜了。这个芥末呀是原始的这个芥末籽，所以它没有那么冲，它加了一点点白醋，又酸又冲，对你来说是个挑战是吧？吃起来啊，基本上是以这个筋为主，没有那么多脂肪，我觉得是还算健康的。对，尝尝这个火燎鸭心，这长得很像甜品，它有点给你切成这个鱿鱼花的，很嫩哈。调味里加了一点酒。它会去掉它的那个腥味儿。我觉得它这个切得很漂亮，这个它的卖相很好。我们的干炸丸子来了。干炸丸子，这个是好大。我喜欢吃椒盐。很酥脆。给大家展示一下。看着还在冒烟呢，你看一咬开里边是冒烟的。它的里面呢不是很实，炸出了一种空心儿的东西，但是呢，也会更酥脆。烤鸭来了啊！这个是咱们大杯茶的小料啊，谢谢。这是最精华的这一片鸭胸啊，鸭胸看片的过程，有时候也挺解压的。像慢直播。终于上来了啊，不容易。太难了，漫长的期待。对，我一般是先吃这个鸭皮，蘸白糖。最早是一个女士，吃了以后你就是大家接下来不吃也是大家闺秀。看看是不是入口即化。吃完之后，真的感觉自己就成了大家闺秀了。确实入口即化。对。然后咱们看看它这鸭饼啊，可以说是国如蝉翼啊。过去吃这个非常讲究，就是你的卷饼的手法，葱丝啊、甜面酱啊、黄瓜条啊一起也卷一个饼，你到底放一块鸭肉还是2块？我觉得这个随心情，真的是随心情，对吧？我是把它包成一个小盖卷。然后你觉得这个跟加拿大那边的烤鸭店，味道上区别大吗？说实话，我觉得很像，但还是有一点特色，枣木的香味，但是挺浓的。但是其实相似度非常高，非常高。所以这也就是我们中餐啊，在发展的过程当中，
它的这种标准化的操作越来越普及。他们就是很喜欢吃那个粤菜馆，就和本地的融合菜系的创新，都是酸甜口，对，都是酸甜口的，对，他们就很喜欢。所以我觉得烤鸭其实他们应该也是可以接受，因为你看这个甜面酱，其实它也是有甜口在里面，应该很难有人不喜欢。对。子豪，你可以试试里脊，在这儿是蘸蒜泥的。汁水很饱满，味儿出来了，吃肉不吃蒜，香味少一半。这个你都知道了。这是它的酥脆感，特别酥脆是吧？干香嘎啊，嘎吱嘎吱。它的鸭腿和吃烤鸭卷很不一样。对，这就是椒盐鸭架。椒盐味儿，浓郁的椒盐味儿已经来了。它的一些骨头已经酥了，肉呢没有搞得太干。对，哎，我们发现这落了一只鸟，而且待了有一段时间了。我一直在观察。我很少在城市看到这么大的鸟，觉得是不是在等着在这抓鱼？有可能。子豪怎么样？今天这顿大餐吃起来感觉如何？非常丰盛，在这边吃着美食，欣赏美景。虽然我们刚才说啊，你可能在全球很多城市都可以吃到地道的中国美食，但是呢，因为毕竟这里的水。养鸭子啊，或者说是这里的这个它就种植的这些果木啊，它这水是不一样的，对，这个是没办法改变的。一方水土养一方水。海外的朋友到北京来的话，可以亲自尝一尝，北京的烤鸭究竟是什么样的。是。那么说到这儿呢，下一次啊，我们去吃什么呢？北京的涮羊肉也非常有特色，铜锅涮肉。对，不过下一次呢，就由我们的小段儿。和萌姐一起和子豪，那我就要跟子豪就要在这儿就要做一个告别了。同时，今天我也给你准备了一个小礼物，那就是今天跟烤鸭有关的北京烤鸭的冰箱贴。我相信你只要看到它呀，就忘不了化炉和焖炉的区别。谢谢威哥，不用谢，也祝你接下来在北京的旅途愉快。那我们就以水代酒，好，好的，干杯。好，远方美食家，朋友们。拜拜。